周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核扩散的风险正在增加，希望所有缔约方加强和重申对条约内容的遵守，希望各方加强对话，相互尊重，以维护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于当天向大会致贺信表示，核战争不可能有赢家，而且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致辞说，此次审议大会适逢集体和平与安全处于重要关头，气候危机、严重的不平等、武装冲突、人权侵害、新冠疫情对个人的冲击和经济的破坏，让世界面临巨大压力，核风险处于冷战以来的最高点。Humanity is in danger of forgetting the lessons forged in the terrifying fire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Geopolitical tensions are reaching new highs.Humanity is just one misunderstanding, one miscalculation away from nuclear annihilation. We need the Treaty of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much as ever. 古特雷斯建议在5个领域采取行动，强化针对核武器使用的规范，减少核战争的风险，缓解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促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完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正式生效。该条约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审议条约执行情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于8月1号至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向大会的召开致贺信，克里姆林宫网站刊登了贺信全文。普京表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及其存约国之一，俄罗斯一贯遵循该条约的规定和精神。俄方也充分履行了与美国就削减和限制核武器签署的双边协定框架下的义务。普京强调，核战争不可能有赢家，而且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俄方主张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享有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我觉得普京的这番话呢，也是在提醒这个西方国家，或者是提醒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就是一旦开启了这个核武器的这种潘多拉的魔盒，那么很难能够停止下来，或者说是很难让世界局势有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他们同时呢，也是我觉得也是表明俄罗斯的一个态度，就是虽然说俄罗斯之前有过几次是吧，用这个核武器作为威胁，但实际上俄罗斯对于这个使用核武器或者说是动用核的这种手段，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方就核武器使用的表态一直备受各方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期发表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在俄乌冲突期间，因意外而发射核武器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各方可能没有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并选择以核武器进行回应。文章指出，负责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指挥官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很可能被置于战场上，面临使用这些武器或失去获胜机会的巨大压力。事实上，在俄军开始执行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普京曾一度宣布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就回应称，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发生时，俄罗斯就可以使用核武器。相关表态是根据普京签署的2020年俄罗斯核政策声明，该国将在针对莫斯科或其盟友使用核或其他非常规武器，或受到常规武器侵略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这2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而在今年5月，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扎伊采夫表示，俄罗斯坚定地坚持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的原则，已经多次驳斥关于俄罗斯可能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核武器的谎言。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可能战术核武器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因为这个在战场上，我们知道在切尔诺贝利啊，这个扎波罗热都有一些核设施，而且乌克兰本身这个就像普京所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的。如果战场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急转直下的，或者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很难说这个会出现这种小型的战术核武器也好啊，或者是核泄漏事故也好，我觉得这都很难说。当然，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再出现。普京还在贺信中指出，所有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都应有权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和平利用核能。俄方愿意与伙伴国分享在核能领域的经验，希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在大会期间重申愿意严格履行其承诺，为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确保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出席大会的首相岸田文雄则呼吁全球拥有核武的国家领袖提高透明度及加强对话。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前发声明称，准备好立即与俄罗斯讨论新军备控制系统，以取代将于2026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拜登指，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苏也曾合作，以确保战略稳定。拜登还认为，中国有义务为了减少误判风险参与相关协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回应表示，美方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之际，要求中国参与核军控的对话，目的无非是为推卸自己责任、转移矛盾。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应该首先按照联大有关文件和国际共识，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如果美方率先以身作则，切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对于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将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就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安全的问题，同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而针对本次审议大会主席斯劳维宁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引发中俄等国严重关切，三国核潜艇合作是否有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应由缔约国判定。华春莹指出，三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武器及核材料，这明显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严重冲击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华春莹还再次敦促美英澳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撤销开展核潜艇合作的决定，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他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中方呢也想呼吁NPT 的缔约国以条约10审会为契机，积极的参与应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相关的讨论。